有什么委屈说出来，我请神佛做主，还你一个公道。这就是近年来最经典的国产恐怖片，根据台湾真实事件改编。这天深夜，新娘穿着婚纱，满脸惊慌地跑到野外，在邪灵的控制下上吊自杀。在台湾彰化地区，人们认为上吊自缢的人怨气极重，死后会化身厉鬼索命。为了驱除这股邪气，主家会请钟馗做一场法事，将上吊的绳子送到出海口烧掉，让煞气在海水的冲击下彻底消散。而这场仪式就是所谓的送肉粽。仪式开始前，他们会提前设好路障，如果不幸撞到送煞队伍，必须和他们走完全程，或者在屏幕上打出狗头护体，只有这样才能驱除一切恐惧。新娘上吊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网络，小胖为了一夜成名，决定带好友直播这场送煞仪式。嘉维本来有些害怕，但为了赚取巨额彩礼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结果走到半路，发现补光灯丢在了家里，可现在返回去已经来不及了。无奈之下，只好通知女友给他们送来。到达现场后，仪式即将开始，两人赶紧拿出设备拍摄。扮演钟馗的法师正是小胖的叔叔阿西。只见他们将上吊的绳子和树干取下后，和稻草人放在一起，然后装进袋子，用符咒封口，最后像粽子一样牢牢绑住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仪式正式开始。阿西扮演着钟馗在前面开路，所有人紧锣密鼓地朝出海口走去。结果刚走到半路，就发生了意外，一阵阴风吹过，车上的袋子突然掉了出来，弟子慌忙捡起地上的东西，结果却将最重要的绳子丢在了原地。到了出海口，仪式正常进行。这时嘉维的女友也赶了过来，嘉维拿着闪光灯继续拍摄。随着袋子被扔进大海，仪式结束。舒怡看着平静的海面，眼前突然闪过一段恐怖的画面。你来啦，你要不要来帮忙？来啊！另一边，小胖准备去接迟到的女主播，结果刚走到半路，就听到诡异的歌声。紧接着又被绊倒在地，捡起来一看，竟是死者上吊的那根绳子。小胖被吓得菊花一紧，转身就跑，正好和女主播撞了个满怀，还好气垫够大，两人都没受伤。随后小胖将翠花安排到叔叔家暂时住下，因为迟到小胖只能付他一部分出场费。翠花灵机一动，决定用美色赚取外快，结果被小胖无情拒绝。另一边，舒怡带男友住进自家老宅，就在两人观看小视频时，无意间在评论里看到一张诡异的图片。舒怡盯着上面的鬼影，突然感到头痛欲裂。嘉维见状，赶紧将其扶到床上，结果刚躺下就做起了噩梦，整张床漂浮在河面上，岸边还坐着一个白衣女孩。舒怡好奇地上前查看，就在女孩转头的瞬间，突然从梦中惊醒。这时翠花刚洗完澡，突然听到水池里传来诡异的歌声，她颤抖着走上前，下一秒房门突然关闭，开门后却什么也没发现。什么啊？吓死！可当他走出房间后，水管里却流出几滴黑色血水，桌上的绳子也开始蠢蠢欲动，暗示着恐怖事情即将发生。与此同时，小胖将那根绳子扔进了大海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赶走邪祟，可他这样想简直太天真了。深夜，翠花正在房间里直播，网友通过镜子看到一个白色身影。翠花为了自证清白，立马起身查看，来到卫生间的门前，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女人的哭声。这时黑色血水已经漫过水池，透过门缝流出了房间。翠花被吓坏了，赶紧带着东西逃离，结果刚到门口就被一股神力击倒，直播间被去死2字刷屏后瞬间炸裂。镜头一转，翠花突然被一根绳子死死勒住，一阵垂死挣扎过后，最终吊死在了风扇上。第二天，警方接到报案后封锁了现场，结果没查到任何可疑线索，只能等法医验证后才能结案。可小胖的叔叔一眼看出翠花是因中邪而亡，嘉维听到中邪立马变得兴奋起来，决定用它做一期节目，或许可以拿到上热门的机会。晚上两人偷偷来到案发现场进行拍摄，这时风扇上已经被贴上了符咒。无知的嘉维不但没感到害怕，还薅下一缕头发拍下特写。紧接着又从床下发现一张照片，上面是3个美女的合照。此时在厕所摸鱼的小胖突然发现房顶上滴下几滴鲜血，结果抬头望去竟看到一缕长发。小胖被吓坏了，拽着嘉维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间。此时家中的舒怡又做起了噩梦，再次在河边见到了那个白衣少女。当她向女孩靠近的同时，女孩缓缓地转过头，下一秒两人瞬间调换位置。舒怡终于看清对方的脸，但她并不害怕，因为她正是自己最好的闺蜜。不幸的是，早在10年前上吊自杀。这时嘉维和小胖也回来了，嘉维高兴地把照片递给女友看，表示上面的女孩就是刚刚惨死的翠花和在新婚之夜上吊的新娘。这时舒怡惊讶地发现，照片上的3个人她都认识，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坏同学。因为李岩脖子上有一块丑陋的胎记，经常遭到这3位同学的欺负。善良的舒怡和李岩相遇后，成了她唯一的朋友。不久后，李岩爱上了一位学长，并扬言在10年后一定和对方结婚，为此还专门录制了一段表白视频。
结果却遭到对方的拒绝。不幸的是，那封拒绝信居然传到了几位坏同学的手里，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里面的内容念了出来。那一刻，李岩彻底爆发，狠狠扇了其中一个女孩。小胖听后发现这就是恐怖的鬼复仇，不想再调查下去，劝嘉维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可嘉维为了赚取流量，决定找到照片上幸存的女孩查出真相。舒怡不愿提起当年的往事，将财迷心窍的男友骂了一顿，独自跑回房间。原来自从那封信被发现后，李岩彻底和他决裂，认为是舒怡出卖了自己，无论舒怡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。当他再次看到李岩被欺负时，也只好假装视而不见。晚上睡觉时，舒怡又做起了噩梦，脖子上出现奇怪的疤痕，在床上不停地抽搐。嘉维听到痛苦的呻吟声，立马冲进房间。小胖见状，赶紧找到叔叔帮忙。在阿西一番操作下，舒怡很快恢复了意识，脖子上的疤痕随之消散，但他身上的煞气并没有被彻底清除。舒怡已经被冤魂跟了很久，只有找到这股怨气的源头，才能帮他化解。回家后，舒怡为了摆脱纠缠，将所有关于李岩的东西全部烧毁。当他返回时，无意间遇到一个女孩，她正是照片上的幸存者沈千和。看到舒怡鬼鬼祟祟的离开后，沈千和好奇地跑到河边，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。原来在灰烬中看到了李岩的照片，为了保住性命，第二天立马向法师请了一张平安符。不料离开时正好被小胖撞见，小胖看到后便一路跟了上去。到达地点后，赶紧把位置发给了嘉维。此时女孩家里早就贴满了符咒，看来从新娘遇害的那天起，她就预感到李岩的冤魂很快就会找到自己，每天晚上活在恐惧中。房间还时不时传来李岩的声音。这天她闻声来到母亲的房间，突然被瘫痪的母亲扑倒在地，死死掐住她的脖子。千和被吓得精神崩溃，挣开束缚后用木棍疯狂地敲击对方。当几人赶到时，母亲已经倒在了血泊中，千和神情恍惚地蹲在角落。随着恐怖事件不断升级，第二天他们带着法师来到李岩当初自杀的地方，发现那根绳子居然还留在上面。虽然他们当初举行了送煞仪式，但是没有送干净，这些年怨气越积越重，所以才会出事。为了驱除这股邪气，法师决定今晚立即开坛做法，并要求他们三人必须全部到场，因为他们已经被厉鬼盯上。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当晚千和就被厉鬼带走，吊死在房间内。嘉维这边无意间走进地下室，在房间内发现了那本日记，得知了那段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这才知道舒怡和李岩是最好的闺蜜。当初李岩喜欢上一位学长，并录制了那段告白视频，希望舒怡帮他交给喜欢的人，但舒怡并没有帮他送去，因为他和李岩喜欢的是同一个人，而这正是现在的嘉维。最后舒怡还给他写了一封拒绝信，更禽兽的是还将那份信交给了经常欺负李岩的同学，导致李岩彻底暴怒，狠狠扇了对方，结果遭到对方变本加厉的报复。当李岩满身伤痕的走出大楼后，正好看见舒怡和学长约会，发现自己被闺蜜出卖后，李岩彻底崩溃，对这个世界充满绝望，最后在学校里上吊自尽。这时角落里传来女友的哭声，嘉维循声看去，竟看到李岩恐怖的模样。当他在看时，发现舒怡像中邪一样用头疯狂地撞击墙壁。嘉维见状，将他带到了法师这里。法师立即开坛做法，准备将李岩的冤魂引出来和他谈判，彻底化解这股怨气。没想到刚一开始，四周就吹起了阵阵阴风，李岩凄惨的哭声也不断在周围回荡。紧接着，舒怡被冤魂附体，法师赶紧上前施法。有什么委屈说出来，我请神佛做主，还你一个公道。可李岩积压的怨气太重，这些雕虫小技根本起不了作用。舒怡完全变成一副恐怖模样，发出恶魔般的怒吼，将周围的灯光全部震碎。就在法师一脸疑惑时，突然被绳子勒住脖子，舒怡也被拖进了黑暗之中。李岩现出真身，准备将舒怡活活吊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法师将绳子扔给小胖，让他赶紧烧掉。可刚一抬头，就看见了恐怖的李岩。随后，李岩死死地掐住舒怡的脖子，让他对出卖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嘉维苦苦祈求，却无济于事。这时，他急忙捡起绳子扔进了火里。随着绳子被烧毁，怨气逐渐消散，让他回想当初和舒怡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舒怡也用最后一丝力气向李岩道歉。李岩被成功感化后，最终选择了放手。随着一声怒吼，所有怨气彻底消散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法师完成了送煞仪式。本以为事情圆满结束，可一个鬼魂怎么会放弃自己重生的机会？就在嘉维带舒怡回台北的路上，舒怡看着手上的订婚戒指，露出一脸邪笑。更恐怖的是，车窗上竟呈现出李岩的面孔，原来他的灵魂彻底占据了舒怡的身体。